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落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东东，东东，父皇救我！你让开！父皇快救我！父皇！哎呦，娟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秦王他要杀了我呀！陛下，怎么？秦王在宫门外叩请觐见。啊！父皇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不依不饶，追进宫来，这想杀了我！父皇，你要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不许秦王进来，让他跪在那御殿前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起来。是，多谢父皇，多谢父皇。父皇，小姐，耳朵传信说，小裴将军当真拦下了秦王，但如今秦王还是想闯进宫去，小裴将军正在苦苦劝阻呢。不过好在，裴宪大将军已经带着人前往宫门口了，想必无论如何，秦王也能够被拦下，不至于拿着剑进宫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伤心坏了。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叫小裴将军说那番话，他就一定能劝得住秦王呢？那个人啊，最是重情重义了。到了悲痛欲绝之时，他定会不顾惜自己的一切。但是裴元还有镇西军中的同袍，他一定会顾惜。只要告诉他，若是杀了信王，皇帝定然会拿裴元还有镇西军出气，他就会冷静下来。小姐，你真的是最懂秦王的人了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懂得，又能怎么样？原来奶娘不是突发疾病，而是中毒。信王是想毒害秦王，没想到误中覆辙。天哪！奶娘倒下去的时候就在我面前，可把我吓坏了。小姐好险啊！那毒不就下在莴笋干中吗？你差点就吃了那个有毒的孢子。是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也许就被毒死了。小姐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以后你就别再去见秦王了吧。俗话说，富贵险中求，我怎么能因此就不再见秦王殿下呢？说得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父亲，请坐。你都知道了。听说早先秦王拿住了人证物证，就亲自到信王府上去了。
幸好小裴将军去得及时，信王才进了宫。这正是秦王率旨的地方，也是他吃大亏的地方。明明是信王给他下毒，但陛下却偏爱信王，自然会袒护信王。秦王此举十分不智啊。父亲的意思是，秦王他就该视之以弱。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教他。先拿到了人证物证，就直奔宫去，跪在陛下面前哭诉，就说他不敢相信信王为了争夺储君之位给他下毒，但又不能不信，只求陛下能够看在父子一场，免去他的王爵，发配到边疆保命，而只字不提追究信王之事。陛下一定会心感内疚。这满朝的文武大臣，我还有裴宪，包括边疆那位崔大将军，自然会帮他，狠狠地定死那个信王。秦王定不会有此番作为。是啊，这好好的一盘棋，明明可以打一个泼天大劫，甚至可以将信王连根拔除，可是他却率性而为，弄成了现在这个僵局。眼下父亲打算怎么做？我们做臣子的，看见秦王被迫害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秦王十分看重他的那位乳母，自然十分伤心。他的那位乳母是你给找回来的，他见到你的时候，必然感怀。你一定要好好的劝劝他，要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女儿明白，婉娘已经准备好了祭品，一会儿就去秦王府祭奠。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位大哥运气还是不够好，竟然只是毒死了秦王乳母。殿下，咱们这谋划其实已经成了一半。这余下的一半呢，我还得去好好劝一劝我这位惊魂未定的大哥，让他再加把劲儿。顾小姐，秦王殿下未在府中，殿下进宫去了，还未回来。无妨，我是来祭奠奶娘的。殿下，既然不进宫，咱们就回府吧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。方才信王府里那番话，谁教你？我自己想的呗。是崔小姐特意教我说的，她说只有这样说，才能拦得住你。而且我也问她，为什么不自己和你说？她说你并不想见她。而且这话他说你也未必肯听，所以必须我来说。石七郎，其实一开始我对崔小姐也颇有成见，但是旁观日久之后，我发现她确实有过人之处，思虑周到，而且处处为你打算。最难得的就是她不骄矜居功。石七郎，你们俩两情相悦，其实挺般配的。什么？裴青的意思是要流放信王，是吗？陛下，这也是臣的意思啊。那可是朕的儿子呀！就算是所谓的人证物证是真的，是信王要给秦王下毒，可是李逆也没死啊。为什么要将信王削去王爵，还要流放啊？陛下，秦王也是您的儿子，况且秦王收复了两京，功在社稷，而那信王呢，谋害信王妃，此事举朝皆知，却未受到严惩，刚刚被赦免放出，就要谋害手足，这种泯灭人伦、罪大恶极之人，难道陛下您还要执意罔顾国法？
去偏袒维护他吗？哎，顾青，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，这只不过是他们哥俩闹点义气而已。那个，秦王不是也用剑砍伤了信王吗？再说了，他这个气也出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的哥哥？那可是他的亲哥哥呀！陛下，裴卿，为何行此大礼？陛下，秦王自领镇西军秦王，收复两京，有大功于社稷。可今日谋害他的人却毫发无损，逍遥法外。难道日后任何人都可以谋害有功之臣吗？在镇西军中，凡同袍蒙冤，自我而下，必为其鸣不平。这是镇西军命迫所在。陛下徇私枉法，宜偏袒信王，那臣只好率领镇西军，奉秦王远离朝中，以保全秦王性命。陛下，倘若陛下不肯流放信王，以正国法，那臣也只好率领中书省诸臣辞去中书之职。顾卿、裴卿，何至于此？何至于此呢？这难道就不能放信王一条生路呢？陛下，那信王先是谋害发妻，又谋害手足，已经犯下了十不赦之大罪。如今削去王爵，流放他，已经是放他一条生路了。我的俊儿啊！你怎么受得了流放之苦啊？臣告退。两位，且等等，且等等。流放也行，但是要流放多远呢？依照我朝律例，削去王爵，流放3000里，至极北碎叶之地。不能再近一点吗？这过几天就是董皇后的忌日，能不能让信王随朕一块儿去祭拜他的母后？到时候我会让秦王也去，让信王当着他的面给他赔罪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能不能流放1000里，到琼州，行吗？陛下，这董皇后并非是秦王的生母啊，秦王的生母乃是刘贤妃。之前追封生母之事已经委屈了秦王，如今再让她去祭祀，恐怕不妥呀。当初朕呢，就应该也追封刘氏为后，真不应该去赌那一时之气。这样吧，到时先祭祀董皇后，然后再祭祀刘贤妃。我把信王给叫来，在刘贤妃的灵位之前，向秦王赔罪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倘若这信王能够在刘贤妃的灵位之前赔罪，那么流放1000里去琼州，这也是陛下拳爱子之心了。只是这责罚可不能再减了。两位爱卿的意思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朕知道，朕以后再也不能回护他了。小姐，大将军那边传信说，接受那边派了一队人马跟着柳成风进了中原腹地。后来大将军继续追查，发现这队人马进了冀州附近以后就失踪了，想必是藏匿起来了。副帅行到何处了？离荆州不远。带上一队人马，咱们北上迎一迎副帅，以免这些接受人会暗中使坏。好。父皇，朕是被冤枉的，朕居然还要被流放，这是儿子的命啊！父皇，俊儿，
朕与故相商议了很久，他才同意，从流放3000里改成流放1000里。琼州那地方也还好，就是要防着点瘴气啊。就不能不流放吗？儿臣舍不得你，怕是儿臣一去，就再也不能活着回来见您了。君儿，君儿，我真舍不得你。朕没有办法，朕要顾及朝中群臣。舍不得，儿臣舍不得你，儿臣舍不得你，儿臣舍不得你。父皇，多保重。找的什么破地儿啊！马车也进不来，骑马也不行。殿下都在策划谋朝篡位之事了，又怎么能不在此机密之地相商？柳成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暗中收买禁军，企图谋朝篡位的是我大哥，我并无弑父之意。只要我2位兄弟一死，皇位自然是我的。是啊，殿下只是想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等一定会令殿下心想事成。毕竟我和殿下都不想让李密再活着。帮我转告乌洛首领，只要你们能够帮我成功登上太子之位，那么盲河以北的燕州和涿州，我全都会依约各给解说，绝不食言。石七郎，既然说了是去祭祀董皇后和我母妃，还会让信王在我母妃灵前赔罪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闹事的。石七郎，信王马上就要被削爵流放，这已经是最重的惩处了。今日是我奶娘出殡的日子，我会让老鲍他们一起假装我还在队列里，等出了城，我就先去送我奶娘出殡，然后再去兴陵。这样不大好吧？如果让别人知道的话，出城按惯例都坐车，我在不在车里，谁会知道呢？行了，回去吧，别让你阿爹担心。是。那各位兄弟，注意安全，保重。一会儿在刘贤妃的灵前，给秦王赔个礼，别再闹出什么意见来了啊！父皇，我知道了。镇定些，时辰还早呢。
体都是接说人，你回去告诉裴元，让他带兵出城护驾。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先赶回去。是，快！有些不对，我觉得也有些不对，偏偏跟着皇帝老儿出来，不让咱们带兵器。大家伙放警惕些！父皇莫怕，皇上，父皇有儿臣护驾，有儿臣护驾的，有刺客护驾，抓李密。接收人竟然派出吴洛身边最精干的神箭队，不知哪个今日能否赶到西长境？传令，亲卫骑重装换马，与我等急行。亲卫骑重装换马，立刻疾驰。是。这刺客怎么叫你殿下呀？啊！父皇，皇上，既然不肯杀秦王，就由我来代劳吧。谁让我生在这帝王家的？这些刺客都是你找来的？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竟然要流放我呀！你禅位于我，你退位去西内待着，好好的去做太上皇可好啊？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秦王弑君谋反，护驾！好你个你来！我竟然没有看出你是如此吃里扒外的货色！给我杀了秦王！我赏黄金万两，封官户口！俊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你竟然要杀自己的亲弟弟！陛下，先躲躲吧。你来！你个吃里扒外的货色！不要挣扎了，大哥！你去死吧！
渔翁得利之人呐！忘我这么多年来如此相信你，谁让我们生在帝王家的？都没事吧？
你护着石七郎先走，我来殿后。老人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飞呀，比不上姑娘的眸儿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2弯就是那鲫鱼滩，鲫鱼滩里荒凉的床单，比不上姑娘她推开的第3弯就是那金沙滩，金沙滩淘金沙，还给姑娘她的金钗。姑娘她将金钗带，第4弯就是那明月滩，明月滩里迎明月，明月好似姑娘的脸，我路过姑娘家门前，老蓝河水18弯。第5弯就是那西湖滩，西湖滩里水可寒呐，将士几征战。老蓝河水18弯，第6弯就是那苏堤滩。
已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使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